家好，这菜床是当初呢开始整理后院时因为想省去搬运就地消化这一堆砖块与瓦片才进行搭设的用了快3年依旧是坚若磐石的感觉上星期呢一直下雨前院田里还是湿黏的感觉所以就先来做后院继续分享一下菜园花园化的过程终极目标呢，希望是能改成有小网式的效果不然退而求其次呢，防虫网或是休耕的堆肥草也是可行的反正呢，家庭种植多点想法呢，会有趣许多啦。至于为何要这么做先来看一下未来10日的气候最高温28度，最低温13度相差了15度啦。平日的日夜温差呢，也都在10度以上在这种交接的时节呢，菜的选择实在有点为难这也是因为这波寒流呢，让种植过程呢全改成先行育苗面对这种温度变化呢，干脆就把这个区块呢拿来做实验让白天时呢温度可以降低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减缓降温的效果啦，看能否把温差拉小一点反正就是尝试嘛。这若是种水果的话呢，在结果时日夜温差大反而会比较好吃所以呢有名或是高贵的水果呢都是种在山上由于这两组菜床大小并不相同搭设菜床的大小呢，最好是要顾虑到伸手可及的范围也因为当初右边搭设的比较宽所以中间呢多设计了一个可以踩进去的凹槽而现在呢是想把两边的大小调整到差不多但是中间仍会留下一条走道所以呢工序的安排呢是3方同时进行连走道也会重铺一边拆除呢一边搭设尽量把这些砖瓦的搬动距离缩小了。除了省力呢，同时做当然也可以比较快速目前的做法呢是要将资材重新分配因为想把这些砖头呢拿来铺走道虽然前院还有不少闲置的砖头可用但实在太笨重了所以呢才想利用瓦片呢将这些砖头替换下来而由于瓦片有一定的高度而且也比较不占面积因此呢利用瓦片高度的特性呢就继续往式种植前进至于搭设的细节呢就请大家直接用看的若是也有瓦片可以利用搭设前呢个人再另外提供意见就好了本片内容呢暂时就以工序规划为主了若是部分转述过快呢请再自行调慢也是可以而有好的工具呢做起事来可以比较快速方便但没有好的工具呢简单克难的方式利用绳子呢也可以很容易达到笔直的效果双边绑个砖头呢拉紧就可以搞定了因为这瓦片呢除了侧面连接处呢有卡榫之外底下的卡榫呢如果像这样单片式的逐一卡进去就只需针对土壤略微挖出凹槽这日后内部的土壤呢就会有吸附力所以呢凹槽不需要挖得太深只需摆进去时呢可以先卡紧即可休息一下呢来看一下这只大无畏的 Goffy 一天到晚只想跑出去玩整个脸呢被咬到要变成大花猫了，只好绑在一旁让它体会一下做人的辛苦同时并行的工序呢让右侧的土也陆续移到左侧了在转角处的瓦片呢有个重要调整
就是为了方便日后进行覆网啊，所以新铺设进去的瓦片有进行垫高啊。而若想更快速一点安装瓦片呢，也可以先把沟槽先挖好挖平沟槽里呢先留点松一点的土壤啊，方便调整与摆放瓦片摆放时呢，可以一次先将4片瓦片卡紧再一次摆放进去啦。这样做呢，也会比较容易施作而由于瓦片呢有卡榫外加日后内部的土壤会比较高湿的土壤呢本身就会有吸附砖块或瓦片的效果啦。因此呢，只需要将外面约5公分深的凹槽呢填上土并踩平这样就可以非常稳固了。接着就可以来铺设走道了。不过呢，排程有点思虑不周出现了点漏洞了。因为砖块比较多原本铺设在走道的砖块忘记留在原地菜床上的砖块呢，就得多做表面处理的动作了。外加因为这些砖块呢出厂的时间不同造成就算是完整的砖块呢，大小也会有不同而因应物价的上涨呢，砖块的计算方式是用快速计算的啦。不涨价的错觉就是越做越小块这也是现在很多商人的因应之道啦。所以不是你的食量变大了是真的面变小碗了。砖块铺设的时候呢，建议采用胶钉不同方向的方式摆设除了可以比较稳固外呢，若是砖块有的粘有水泥呢，也可以方便不用清除让它靠外侧啦，排水到的地方摆这样呢也可以趁机消除掉一些不规则的砖块。铺设之后还可以大大的降低长草的机会啦。如果真的对于杂草很难忍受倒也是可以先在下方呢铺设杂草抑制席不过呢，建议别铺水泥除了保持变动的弹性呢，也可让土壤留点透气的空间这万一长出杂草呢，直接把砖块翻起来清除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啦。而砖块的下方呢，还可提供蚯蚓平时躲藏的好空间这也是长期持续改善友善种植环境的间接效果啦。持续的正向思考更是一股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由于内部还有生菜尚未收割完考量到目前天气温差极大因此呢，只先大量进行育苗了。待收割完毕之后呢，再补上后续持续改善的种植简易方法。谢谢收看。